大家好，今天我想来回答一些法友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来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成为一个非常时尚而且好用的一个工具，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用 AI 人工智能回答问题，甚至可以创作影片，也可以创作 AI 的机器人来念诵佛号。那也有一些人用 AI 来念诵佛菩萨的咒语，创造佛菩萨的形象，都是用人工智能在瞬间分秒之间可以无限的去创作。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人工智能所持诵的咒语是否跟我们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发心所持诵的咒语，它的功德有一样吗？还是它的分别在哪里？一样都是咒语。如果今天我们一个人，那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外国人，可能是一个我们的本国人，可能是一个男人，有个女人，也有可能是小孩老人。就我们普称佛教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人道的众生。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七情六欲的有情之物，也就是我们人呢，他是有感觉的，有感知的，有喜怒哀乐的。那以佛教的观点，我们人的意识，它从第一到第六，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还有第七识末那识，当然还有最后的第八意识，我们就是讲的阿赖耶识。那当然在西方的心理学呢，他们就只有讲到了第六意识，也就我们佛教讲的前面的初意识。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讲这个人他是有意识的？人是一个意识身，不管这个种族、年龄、性别，我们人道的众生就有感知的能力。我们人道的众生的修行，它是从我们的发心来决定这个修行的层次高低与否。那所以我们人有感知，有愿力，有慈悲。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就说修行一定要着重信愿行。如果修行没有这三个主要的要件，也就是信愿行的话，那这个修行就没有圆满。所以这个信愿行的第一信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三宝，佛法僧三宝。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透过了修行努力，尽罪集资，然后忏除业障，累积功德，我们也能够自证我们自己本具的如来藏。我们要信我们自己，我们要信所有的众生都有跟我们还有佛一样的本具的清净的如来藏，这是第一个信。当然最初阶的就是要先信仰三宝，就是要信佛、信法、信僧。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根。那第二愿就是指发愿，一个愿力。那当然这个愿它就可以分为小愿、大愿跟无漏的净愿。那这个小愿呢，那当然就有些修行者他只是想要了却自己的轮回之苦，了断自己烦恼的这个业与所有的果相，所以他追求这个二乘行者自了汉，而解决自己轮回之苦就好了。所以他这个愿是比较小的，小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修行方式。那大愿呢，就是指尚未发起圣意菩提心的一个，除了自己之外想要帮助别人，好，我们就说这个是比较大的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清净无垢的正愿。那这个清净无垢的正愿就是指修行者他发自利利他，自己相信自己有本具清净的如来藏，清净之心跟诸佛菩萨跟一切的众生无二无别。这个无垢清净的正愿就是除了自己的修行之外，也把所有的这些众生
不是只有人道的众生而已，也不是只有自己的亲戚朋友，而是所有六道的众生。所以这个无漏清净的正愿，它涵盖的就是我们讲的六道有情的众生，包括天界的众生，都是在我们的愿力当中。就是我们发愿自己的修行，发广大的净愿，就是所有这六道的众生，包括我们自己，都能够经历无量劫的修行，发广大的正愿，自利利他，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这个愿它就是无垢的正愿。所以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信、愿、行，那第三个行当然就是指修行，就是实践这个修行道路的这个实质的行为与业行。那这个意思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每天所造作的身语意的思想行为跟意念，是否符合刚刚我们所讲的信愿。因为如果你有信仰，你信仰三宝，你有愿，你发一个广大清净的无垢的正愿，跟佛菩萨的愿一模一样，但是你没有实质上的起而行之，就是说你没有实质上的修行，那也就是空愿。只有信跟愿是不能够真实修行的，一定要行动。就像那个火车，它必须要柴火，它必须要有一个方向，最终它要能够启动。所以信愿行是我们修行最基本的第一个门槛，就是你要信仰三宝，你要发愿，这个愿可以小的、中的、大的，然后你要行动，始而行动。那这当然行动当中就有很多不同修行的法门、宗派跟实践的行为可以来学习。那回归到我一开始所讲的，我们人道的众生修行的第一个步阶就是要信愿行。那我想请问，那如果我们用人工智能 AI， 你觉得它有办法发起这个信愿行吗？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讲的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它是没有这个心绪的，也就是它没有意识身。就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不管是在西方的心理学的六识，或者我们佛教讲的八识，他们没有，他们可以完全复制我们人类说话，可以复制我们人类的形象，也就是你长什么样子，它完全可以复制 copy。 然后呢，它也可以模仿你，完全做你所讲话的样子，但是它没有人的心事，也就是没有我们讲的这整个心所启动的信愿行的一切的修行。所以假设你是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狂热者，你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每一天把那个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咒语你就放在那边，反正你放在那边，他念了100万遍，你觉得这个你也有100万遍的功德。那事实上这个观念是不成立的。的确没有错，如果这个人工智能所做的这个咒语，它的发音跟译师，也就是古代的翻译的大师们翻译的咒语，发音上是完全无二无别的话，它那个咒语的本身，它的确是有它的咒音，但是它没有它的咒心，就是说它那个愿力，它那个信愿行的愿力。但是如果你今天听的是一个出家人在持诵咒语，那这个出家人他毕竟是一个人道的众生，他是一个有情的一个物种，所以他在持这个咒的时候，他是有投入这个信，他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愿他有个人的愿望，不管这是大愿、中愿、小愿，无垢清净的正愿，行他自己本身的修行。所以一个出家人所持咒，它涵盖的是他个人的修行的信愿行，今生的修行，包括他过去生无量劫来所累积的功德善业，都在他在持那一声咒语的时候，念那一声佛号的时候，他是灌注了他无量劫来
所累积修行的功德与善业。那这是指一位出家人他所念的一句佛号或者是一句咒语，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加持力。因为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我们是无缘去听到当初佛或者是菩萨他们所亲自传的这个真言陀罗尼咒语的原始发音，我们必须要透过后来的译师，也就是古代的翻译的大师们，把这个梵语翻成汉文，然后我们这样念出来。所以这是具有传承祖师的一个加持力。所以这是指我们人道所念出来的咒语，他的这个加持。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出家人，他就有他的发心跟愿力跟功德在里面。那你如果听的是一位在家居士，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他有些受皈依，也有受五戒，也有受菩萨戒。也就是说，这位在家居士他是不做十恶的，也就是说他是不做恶，是尽量做善的。那即使他也许个人的修行并不是那么圆满，但是他所持咒也是有他的善业功德，只是有可能没有跟出家的僧人如此的圆满而已。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以争论跟争辩的点，比如说那有些人就说在家居士也有维摩诘居士啊，那维摩诘居士也是在家居士生，怎么可以我这么说呢？他就说法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但是你要记得维摩诘居士那是佛治那个时候出现的居士，现在我们末法所看到的居士们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居士。那在佛制里面，他在四众弟子还是以出家众为尊为首为要，因为佛法是靠出家众，也就是我们僧人去住持佛法。那在家居士呢，是护持佛法，就是护持三宝，佛法僧三宝。所以不是说在家居士持诵的咒语他完全没善业功德，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也许在他的发心跟个人的修行操守上会略有不同。那我现在讲的意思是指是一个比较二元对立的一个僧跟俗的一个解释的对话。那当然在圣义谛来讲，所有的众生他都跟佛有一样的自信，那怎么会有僧俗二众之分别呢？那怎么又会有功德的深浅的不同呢？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佛陀的开示楞严经的开示里面，就是我们要先观空，也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本具清净的如来藏，但是我们还是要戒假，要知道这个假跟真的分别，所以我们还是要戒假再修，所以还是有所分别。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圣义谛的修行，我们都还在世俗谛，基础在缘起性空的法则。我不是在讲二元对立，我只是在讲先必须要从空中也要修假，假中也要认知到真实的空。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道理。所以僧俗之间，如果你能够去听就是出家人所念诵的咒语，或者持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圣号，的确他的修行跟加持力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有所分别。那当然如果你听的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所做的一个咒语，它并没有信愿行，因为它是一个无情物，它只是把这个声音完全的复制，复制跟这个咒语念的一模一样。当然咒语本身它是有加持的，那你可以说这 AI 的咒语的生成它完全没有善业吗？对众生没有利益吗？这样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为什么呢？比如这个制作 AI 咒语的这个博主，就是这个创作者，他是具有信愿行的，他是发心想要帮忙弘扬佛法，让更多人可以被咒语或佛菩萨的教言真言陀罗尼利益的话，那当然他这个信愿行的本身
也就是这个博主他的发心愿力跟利益众生的心，他是有善业的。那当然如果这个博主呢，他只是想要做这些佛教的咒语，只是想要博流量只是想要赚取一些广告费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功德可言。对于这个博主，对于创作这个 AI 咒语影片的博主，他就没有善业功德可言。那但是如果你是听一个 AI 念诵，就人工智能念诵的一个咒语的话，如果你是有发起信愿行，发广大的菩提心，你的信，你的愿，你实质上的修行，那你的这个修行就是具有诸佛菩萨的加持与功德与力量。但是因为这个咒语我发现很多那个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咒语，它念的是不清不楚，那有些都念错。我觉得如果是念错的，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去跟着学那因为毕竟这个咒语经过这个古代的传承的祖师翻译过我们的汉文的，都已经可能有微细的落差。那如果又再透过这个 AI 人工智能产生的这个咒语的音轨，然后我们又一直去学错的话，那当然以世俗谛来讲，就会觉得这可能不怎么圆满。那当然以你圣义谛来说，假设你真的是发非常非常虔诚的发心就算你是念错的，你还是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与护佑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些，我并不是排斥或反对用 AI 去创作这个咒语的影片，或者是佛菩萨的影片，并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考据它真实性比如说你很喜欢这个 AI 创作的咒语，你就可以去比对这个在出家人僧团的法师们诵念的这个大悲咒或楞严咒或者是准提神咒，是不是发音有完全一模一样如果你是发现完全一模一样，那我觉得那你还可以比较有点随缘性的去听把它当作轻音乐去听，我觉得无伤大雅。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真的你就是受了五戒，你受了菩萨戒，你真正就是为了要解脱，想要自利利他，然后劳一切的众生去学习佛法，能够证悟自心，成就佛果，我会建议你就是可以跟着这些僧团的法师诵念的楞严咒、大悲咒或准提咒，或者是六字大明咒，或者是阿弥陀佛圣号、观世音菩萨圣号，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的。因为毕竟你的对境，你是跟着僧宝，跟着出家人一起持诵咒语，那就宛如你就是在这个僧团当中一起在念楞严咒、大悲咒、准提神咒的那种意念。所以我们在大悲菩提寺制作的这些所有佛教的咒语，我们都是用僧团或者是出家人有些是我们自己念的咒语为主要的咒语的影片，供大家做学习跟参考。那当然有些人他根本连皈依三宝，对佛教有好感都还没有的这些人道的众生，我觉得他们觉得这个AI 咒语的影片让他觉得很像轻音乐他听了内心感觉很愉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种善根的方法那只是他那个前提一定是咒语，他不能有念错误那如果有念错误，最好就要跟版主反映，让他能够做修正。我觉得这样子会能够利用高科技再去劳役更多非佛教信仰的这些想要静心的这些人道的众生。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劳役这些六道的众生，也就除了人道之外，比如说你的过去往生的祖先，或者是这些亡者，包括你想要利益这个六道其他五道的众生，比如地狱道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阿修罗道的众生、人道的众生，那我觉得我会建议你最好就是能够听这个僧团版的就是出家人念诵的这个咒语。毕竟嘛，出家人能够今生出家，他肯定过去生他也是有善根修为的，乃至于今生的发愿，所以他能够
出三界之家，出家人是出三界，他不是普通人，因为出家人他是有戒体，他受了沙弥尼戒、菩萨戒，还有比丘比丘尼戒，所以是有戒体。所以为什么一直出家九足升天，等于出家人他就是跳出三界之家，也就是跳脱了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出家成功，那个魔王啊，他在魔宫里面他是震动害怕的，因为他的魔子魔孙就会少一点点。那就是为什么在末法里面你会越来越少看到出家人在弘法。那你也会发现这出家人所开示的佛教的影片也好，咒语也好，都不一定像在家居士他们所做的这些影片更多人来关注或者观看。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佛陀所说的末法里的末法，也就是简洁里面末法里的末法。那末法时代呢，就是会出家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后来你会看到白衣说法，也就是说你会看到是皈依三宝、受五戒、菩萨戒的这个白衣，也就是在家居士，他就会生法座，也就是他会主要开示佛法，然后会越来越多的人他会去崇拜或者去学习这些在家人的弘法。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佛陀讲的末法里的末法，越来越多，到后来就会没有出家人可以弘法，然后就会成为白衣说法，也就是在家人弘法。然后再后来呢，就会连白衣说法都开始偏离皈依三宝，然后正确无误的佛教的教法就开始变成邪法邪思，然后最后就导致了正信的佛法完全的灭亡，到后来就是进入末法里的末法。那佛陀就说那时候就是如同黑暗当中完全没有太阳跟明月去照亮一切的众生。所以各位法友们，不管你是已经皈依了三宝，是佛教徒，还是你完全对佛教没有好感，只是可能对我们的一些咒语的影片感兴趣来看，我都希望你可以在我今天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也就是说，虽然很多的出家人他不一定是修行修得最圆满，毕竟他是从人道，有些可能是今生才发愿出家修行的，所以他很多的戒法不了解，他可能也有犯一些戒，就也没有人去规劝他。所以不要观依偏全，也就是说不要看到少数的出家人的不如法的行为就认为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不好的，这也是以偏概全。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末法里的末法更快的到来。你也可以看看，真的也有一些很亲近如法修行的出家人在很努力的弘扬佛法，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力量，他都是尽力的去饶益一切的众生，即使他只是做一个很好个人的修行，他也是在树立一个出家人修行如法的一个典范。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又是在我们所谓的 AI 人工智能的元年，就是刚开始的前2-3年，所以这一波的风潮一定会将来会更快速的去推演人类进化的历程与我们修行的方式。那当然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希望各位还是要能够明辨，要在这个潮流当中可以取的、可以学习、可以利用的，我们要去学习利用它。但有一些走偏的，可能导致我们整个的方向会错误的，我们就要去规劝，或者我们要自己起而力行，就是不要去追逐它。我觉得这是在我们高科技的时代，做一个修行者，不管是在家居士或者出家的僧人，我们都是要铭记在心的。所以我今天就想用这个跟大家做分享。我本来想要讲5分钟、10分钟左右的影片来跟大家解释这个思路，但是又发现这个又可能5分钟、10分钟讲不清楚，我又有点超时了。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僧众，尤其在僧团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取长补短。毕竟
能够出家，能够在一个僧团里面，乃至于在末法能够发一个愿，然后最终能够好好的出家的修行人，都是稀有难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供养三宝？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末法的佛教徒而言，我们要多赞扬这三宝的功德。那当然有些不如法的，不管是出家在家的居士，我们都应该要去举发，也要明辨是非。那我想我今天就用这个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下回见。别忘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请记得请您要订阅、分享跟点赞，因为这样我才会知道我这个影片有多少人喜欢，然后有什么问题也请你再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然后我们再来用别的影片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感恩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的努力跟你们的努力能让正法永驻世间。阿弥陀佛。